那热美式跟中药有什么区别？那还用中医给你号脉？那足疗给你捏脚也捏出来了，是吧？熬夜。这个我说这话有根据，是吧？这咖啡绝对中药啊，对吧？咖啡意式浓缩的制作方法就跟中药如出一辙，对吧？1份粉，3份水，煎成2碗，是吧？咖啡也就进入中国晚，早400年都得写《本草纲目》上去。多合适啊！咖啡果提神醒脑、利尿通便、人畜两用，哎呀，美式前次已经整不了了啊，早就梦回大清了啊！哎呀，还有进一步梦回大明的趋势啊！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跟这帮脱口秀演员不一样啊，我有正经工作，我是一个3甲中医院的中医。很少见，很少见哈！就是你平时见我还得花20块钱呢，我今天还得逗你乐。你见过大夫逗你乐吗？大夫逗你乐，你敢乐吗？我更不敢逗你，对不对？我拿过你检查结果，哎我去，啥事儿没有。这都容易让打成病人啊！中医特别好。我认为啊，中医在整个医疗系统里头，那是最好的岗位，最起码中医安全。我们科没有医闹，你啥时候见我们科来个患者一脚踹开门，那大夫出来，这吃了欺负药了，这一点也不见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一句话就解决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不跟你说吃药不能生气吗？你这人你白吃，再来欺负，让他面带微笑的喝啊，一边唱歌一边喝，感恩的心啊。哎呀，我这都开玩笑的啊。其实我发现大家对中医误解特别严重，是吧？这也很正常，因为你们都是从那个影视剧里了解的中医啊，尤其那个清宫剧。那清宫剧中医就不干正经事儿，就干3件事：第一就保胎，啊，第2就下毒，啊，第3假装保胎，实际下毒。80集连续剧从头看到尾，没正经治一个病。这个其实也不怪你们啊，就是因为有些中医自己这科普工作做得不到位，中医科普那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。我针灸科的，我经常科普。我那患者每次拔完罐，总有那患者问我：“哎呀，大夫，这罐起完以后，这底下全是水，是不是把我湿气都拔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那就是酒精燃烧产生的水和二氧化碳。”再也没跟我说过话。我认识一些迷信的中医，就包括我那正骨的师傅。我那正骨师傅水平很高啊，正骨都见过吧？就是网上有那视频，抱着你头治颈椎病啊，放松放松放松，干嘛呀？特别神奇啊！有时候一掰完以后，这患者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活着呢，活着呢，就是他一下就好啊，就没有烦恼。哎，我那师傅水平很高，就是这个迷信。哎呀，他那小诊室里头那神像都摆满了，这是扁鹊，这是华佗，这是孙思邈，财神。对，再来欺负也是钱啊，能摆的地方都摆上，电脑屏幕专门调一个那个史蒂夫·乔布斯的黑白照片，他没事也拜。我说中医拜乔布斯，病人来了瞧不好也瞧不死，是吧？也很费解呀。我问过，我说师傅，咱们拜乔布斯干什么呀？他说你想啊，咱是治颈椎病的。没人乔布斯发明这个智能手机，能有这么多患者吗？是吧？我说也有道理，我跟人也拜。我说 AR 眼镜赶紧停产吧，扎克伯格非死不可，是吧？美好的愿景，是吧？就是所以说，大家对中医其实误解很严重啊，总是在神化这个中医，是吧？搞得很神秘。我经常碰这种情况，只要我跟人一介绍我是中医，这位动作特别统一，一捋袖子，会号脉吗？我说我针灸科会放血，哈，那就算了。为什么一说中医就想起号脉呀？那为什么望闻问切最后一步才是号脉呀？号脉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神奇，它就是寒热虚实确定一个大方向，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仨指头往这儿一放，全身 CT 没有。
我经常在网上看有人神话这个号脉，我看我都有点尴尬。就有小某书上有那种帖子说特悬，说他那中医有多么准，一给他号脉他就没有隐私了，看过吧？说他那中医一号脉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爱熬夜？是不是爱生气？是不是爱喝凉的东西？哎呀，大夫你怎么都知道？你干脆问他是不是在上海上班不得了吗？上海上班能不熬夜？熬了夜能不生气？第二天能不来个冰美式吗？那热美式跟中药有什么区别？那还用中医给你号脉？那足疗给你捏脚也捏出来了，是吧？熬夜。这个我说这话有根据，是吧？这咖啡绝对中药啊，对吧？咖啡意式浓缩的制作方法就跟中药如出一辙，对吧？1份粉3份水煎成2碗。咖啡也就进入中国晚，早400年都得写《本草纲目》上去，多合适啊！咖啡果提神醒脑、利尿通便、人畜两用。哎呀，那要真那样好了，李时珍高兴坏了。咖啡写《本草纲目》里，当时多40多个方子，哎呀，橙 C 美式、生椰拿铁。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中医啊，尽量去3甲中医院看中医。哎，瞧好不一定，肯定瞧死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季鹏，我是一个来自内蒙的3甲中医院的中医。真的真是中医啊！别问了啊，中医治不了脱发，别问了。有的也能治啊，当大夫压力特别大，是吧？你看我为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？你看我还不明白吗？对吧？你说我一个90后，但怎么这是排练过是怎么？怎么了？90年的，行吧？哎，没有人冒充90年的，那不像90后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对吧？你说我长得胖，那是我专门吃成这样的吗？不是，从小就胖。第一次看见镜子，里面就有一个胖子。我减肥难是因为我这个基因啊，和那些从小就瘦的人不一样，真的，我发现了，我跟那些从小就瘦的人没法交流。啊，就我有一个朋友，哎呦，从小就瘦，哎呀，那瘦的呀，怎么形容呢？就是那贵宾站起来了，对，也留一个那个咸鱼那样那个贵宾头。对，我就是嫉妒，行吧？啊，他说话有时候我跟他没法交流。哇，前2天中午碰着他了，就随口打个招呼，我就哟，这不斌哥吗？啊，中午吃什么了？中午吃了吗？他说那话我都听不懂。啊，中午啊，我没吃，我忘了。这是人话吗？他吃饭能忘？这不有个闹钟呢？这是。我这辈子就没因为任何一件事儿耽误过任何一顿饭。吃饭就是我的正事儿，就连初恋跟我分手那天，哎呀，我就感觉天都塌了，我人都碎了，我瘫那儿就不能动了，我一直躺着，一直躺着，一直躺着，到中午12点自己就起来了。当时脑里头就一个想法，哎呀，赶紧让我死吧，哎呀，但绝不是饿死。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啊，要不你瘦呢？一顿不吃能忘了是吧？我这不行，我这记性太好，一顿不吃都不行，吃点就胖，多烦人。他下一句话更可恨，啊，你想瘦啊？那还不简单吗？你每顿吃7分饱不就行了？这就更不是人话了。什么叫7分饱啊？那叫3分饿呀。我还饿着呢，我就不明白这个7分饱是哪儿来的？那几分饱，难道不应该从饱的那一瞬间开始算吗？饱就是饱，饿就是饿，对吧？你比方说我活了36岁，你跑过来跟我说，你这叫活了7分死，讲理不讲理了是吧？所以当时我也质问他呀，我说我怎么7分饱？我坐秤上吃，我7分饱，我平时吃24分饱啊。他说他让我吃减脂餐，说人家配好了，吃完正好7分饱，我就买了一份还减脂餐，我打开一看就明白了，绝对减脂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太开胃了。朋友们，的减脂餐就是3个凉菜拼的。啊，大拌菜、鸡胸肉、荞麦面、油醋汁，酸酸甜甜那么一拌，那吃完哪儿7分饱啊？那10分的饿呀。
你们知道吗？在我们内蒙吃完这3样就必须要上肘子了。这一份减脂餐吃进去，我这身体马上就调整到迎接肘子的状态了。好家伙，这减脂餐主菜就是一沙拉，朋友们，那沙拉真的是人类的食物吗？那沙拉会不会是有毒啊？为什么我每次吃完沙拉肚子是鼓的，心是空的？我把我这辈子委屈事儿都想起来了。我吃完我这减脂餐赶紧睡觉，是吧？睡着不就不饿了吗？我趁那菜叶子在里头还有点支撑性，我赶紧睡觉。哎呀，睡到后半夜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里啊有一只手在找肘子啊，我就感觉我的胃在拽我的食道，肘子呢？我都做噩梦啊，就一只手顺着食道往上爬呀，肘子。我惊醒啊，起来赶紧外卖一碗猪脚饭啊，夸夸一吃，第2天长4斤啊，好减脂餐啊！天，7分饱啊，减脂餐。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一只手在肚子里找肘子的感觉啊，你轻易不要过来跟我说怎么减肥。我跟你说，网上那些减肥小妙招啊，都是那些从小就瘦的人编出来的。我能看出来，那说的都是胡话。我研究好长时间减肥了，人就这么告诉我，直眉瞪眼告诉我，减肥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饥饿感入睡。我为什么睡不着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是让饿醒的吗？你让我带我就带呀，带着饥饿感入睡，你怎么不让我带着金牌直接晋级呢？我就感觉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我对食物的感受，真的，我真发现了。前2天微博上看一热搜，哎呀，那热搜说我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种想法，我真的理解不了。他居然说什么？他说可乐只有第一口最好喝。他说3块一罐可乐，第一口能值2.5块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可乐哪口不好喝呀？我咋觉得每一口都那么好喝呢？而且我一般喝可乐也就用2口。3块可乐，呱，就剩这么多了。那我确实第一口2.5块。那是你容量限制了我的发挥。你要给我8升可乐，我口口2.5块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季鹏。非常开心回到这里，非常开心回到这个舞台。但这次不是来比赛的，这次就是来给大家开一个场，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，就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比赛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很简单，就是长见识，每天都在长见识。我有个儿子，各位知道吗？哎，真的，时光荏苒，朋友们，当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儿子刚刚出生，谁能想到2年后，我儿子已经2岁了？哇！天哪！然后我前段时间让他给我长了个见识，带我儿子去体检，我给他买了个体检套餐，然后到了医院之后，然后医生跟我说，他说先生你好，你这个套餐里面啊不包含听力、视力和智力，要不要加钱测一下？我说这是我唯一关心的3个指标，谁关心我儿子尿不尿糖啊？然后我说得测呀，你这套餐套什么了？就套我了这个。他说 OK， 那我给你测呀。他先把我儿子放了一个凳子上，然后在2边打了2个响指，然后给他拍了张照片。我说 OK， 这是建立档案吗？他说已经测完了。我说就您这2个响指，大概我得单交多少钱？他说您到那边交900块就行。我说多少钱？幸亏没问，我怕他觉得我听力有问题啊，太可怕。然后他问我，那先生智力还测吗？我说这不已经测完了吗？他爹是这个智力，儿子能好到哪儿去呀？这不2代弱智吗？是吧？我带我爸也看过病，我带我爸看病的时候也很长见识。我爸是这样，我爸60多岁了，然后他呢小腿突然开始肌肉萎缩，然后我带他去医院，我给他挂了个巨贵的专家号，各位1200块，1200块。我说我爸的腿有没有毛病无所谓，我的孝心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！当代24孝，留洋挂号。
太贵了，这个号。这号贵到我爸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爸见到医生，先跟人家分析他的病情，说：“您说我这个病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？”医生说：“一般60岁啊，就不小儿了。”我听了之后，我就一个感受，我说：“你看，我说我儿子智力不用测吧？啊，祖孙3代弱智啊，这是。”但是1200块的医生真的很厉害。他捏了我爸小腿一下，就说出了一个特别让我长见识的病，各位100%真的。他说你爸这个病叫做肌肉周围神经病。我说什么病？他说就是您父亲啊，小腿肌肉的周围出现了神经病。我说哦，现在呢？现在还有神经病吗？更严重了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一直在长见识，我性格都已经变了。以前的我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努力啊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尽力了，尽力了。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今年年初我长了一次见识，我受邀去参加 Vogue 的年会。Vogue 呢是一个很顶级的时尚杂志，它每年会邀请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名人去参加哈，尤其是那种初出茅庐便大放异彩的人呢，哎呀，然后那些大放异彩的人没空，我就去了哈，我去了。然后我其实非常害怕时尚，有一次我去拍那个时尚杂志，然后那个人先给了我一件座山雕一样的皮草穿上。然后外面让我套上一个福尔摩斯那样的大衣，在外边还要套一个木木警官那个风衣，在外边还要穿一个雨衣。我说 OK， 是一会儿明星来了从我身上挑衣服吗？1.73米被当做衣服架子的这个机会可不多呀啊！我手抬起来再挂2个围巾得了。我非常非常敬畏时尚，所以那天 Vogue 年会的当天，我用单口喜剧演员最高的礼仪来打扮自己，我洗了把脸。哇，哎，甚至敷了个面膜，朋友们，哎呦，太精致了！我一看镜子，我说这还是留洋教主吗？这不仙女教母吗？哎呦，太精致了！然后敷面膜的时候，我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字叫《蝙蝠侠大战超人》。各位，蝙蝠侠，一个靠装备的普通人。他要跟超人这个外星人做决一死战，你知道在决战前一天他在做什么准备吗？蝙蝠侠第2天要跟一个外星人，一个会飞、胸肌能挡子弹、刀枪不入的眼睛能冒激光的外星人决斗。蝙蝠侠在健身，我说大哥这来得及吗？啊，在那哐哐蹲腿，我说别蹲了。一会儿力竭了，见到超人直接跪下了。不是，你现在练着健身干嘛呀？你是打算拿胸肌夹住超人的斗篷，让他飞不了吗？见到超人一展背，超人说：“我去，天怎么黑了啊？”你要干嘛呀？各位，蝙蝠侠尽力了，没有别的选择的努力，就只能叫尽力。我敷着面膜，我无比同情蝙蝠侠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了当天晚上 Vogue 年会的整体安排，各位，我被安排全程跟米卡一起合影。米卡是一个巨帅的外国 idol， 他的头就这么大。我与米卡，米卡去做脑部 CT 能给他打8折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全程跟他一起合影，一起拍照，一起接受采访。只要有他的镜头里，就有这么一张大脸。而我做的唯一的准备是敷个面膜。我说我有什么资格同情蝙蝠侠？我天！我当天还本来打算打扮成一个帅气的魔术师，知道活动安排的那1秒，魔术师变成了小丑，站在米卡旁边，小丑变成了好丑。米卡才是魔术师，一下子就把我的笑容变没了，太神奇了！活动现场我也尽力了，各位，真是尽力了。一屋子明星，你真不知道跟人聊点啥。
一个话题都没有啊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划拳。我以前以为划拳就是2个成年人在那比10以内的数字的大小，一个人在那5魁首啊，8匹马呀，你数字小你喝。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？比咱们就比大一点的呀！我从来没见过2个人划拳是比真正大一点的数字。一个人在那5的6次方，6的5次方，谁输谁喝。全桌人都懵了，谁输了啊？哎，在这儿啊，为了让各位能更好的欣赏后面的演出，我先告诉你们，5的6次方大。别一会儿演出也不看了，就想着拿到手机，点开计算器，点开之后还不会摁，只能在那5乘以5乘以5乘以5。尽力了，真是尽力了。但是最后也想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结局。你们知道蝙蝠侠大战超人最后结局怎么样吗？一个人跟一个外星超人的结局是他俩打平了，他们俩最后和解了。他们和解的原因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这就是他们和解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俩的妈妈名字一样。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，编剧尽力了。编剧得了剧本周围神经病啊！尽力了，真是尽力了。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跟所有比赛的选手们说一句：这个比赛名次真的不重要，尽力就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请务必尽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洋教主，谢谢大家。感觉都是我的托儿来了。大家好，我叫辛博。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，你知道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，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，大病互相看，新型家庭合作医疗。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，经常吃药，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。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：“儿子，你记着啊，这个牌子的药啊，没劲儿。”就是我能得什么病，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。在我理解，这就是听诊。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，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。科普一下，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，那年我7岁。每天都给我按，朝我的突出部猛攻。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，你妈也不管，我爸负责按，我妈负责按着我。我甚至在想，小的时候走丢了，警察问我爸：“哎，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？”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。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，能解锁我儿子。后来11、12岁。我就开始长喉结，有点害怕，这能按死我吧？天天夹着嗓子说话，转移了，颈椎间盘也突出了。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，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，淤血一直不好。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。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，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。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，确诊真菌感染，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治甲路。听说那个5%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，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。说儿子，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。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。
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，我们家经常做。鸡肉可以不吃，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，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。说是吃啥补啥，以形补形，但不让我吃蘑菇，说那都是真菌。按照这个说法，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，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。我只听说过见手青，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。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有疑问。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，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。我妈给我的解释是，起码咱们控制住了。直到去年去捏脚，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，说：“老弟啊，你这是湿疹，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。”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，因为上面写着 OTC。这能有劲儿吗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，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。18年了。当然，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。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，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，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家，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没有人想我，但一定有人想治我。我爸说是甲流，我妈说乙流。两个人争执不下，最终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。这2个药的核心，一个叫阿比多尔，一个叫奥司他韦，都有一定的副作用。阿比多尔胃胀气，奥司他韦拉肚子。我奉劝各位啊，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。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。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，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，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。医生建议打青霉素，我爸说：“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，头孢。打上就退烧，不打就高烧，反反复复1个多月，我才肺炎。”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，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？就那么个条件，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、靠直觉。我受过教育，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。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，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。不过这几年，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，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，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。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，说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？我说怎么可能呢，对吧？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。以后就是我养你们。爸，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，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。妈，你也是，我帮你按按。原生家庭，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。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，跟我说孩子对不起，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数。最近歌手挺火的哈，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，我割的是右手，
在做饭的时候，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，当时流了很多血，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。但是在急诊里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，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。真的，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、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就在那儿。50步赞100步啊，真的是。去挂号的时候，血还没有止住，而我这个人呢，在受伤了之后，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。我当时就想，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？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，啊，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。我让我先去看看，让我看看嘛，让我看看嘛。然后他就不耐烦了，一句话让我老实了，他那你去吧。你看他让不让你看？排队很慢啊，但问诊的效率很高。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，就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呀，我处理不了。你去那哪儿能帮你缝一下。”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，把号给我退了。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，没人听。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，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，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。到时候我说医生，我这个手指割伤了，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，让我来这儿。医生说啊，哦，那我应该也缝不了。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，直接就说他缝不了。我当时直接又忍不住开始鼓励他。我说他缝不了，你就缝不了了吗？他说你缝得了，我也觉得你缝得了，你试一试呢，你试一试，没有关系的。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，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。但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，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，拆开那个纱布。我把号给你退了，我真不会。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这个手指上伤口啊，现在已经分开了，你看到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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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我说：“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别弄了，你再这么弄，下一家也缝不了了。”我当时就心想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？哎呦，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。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，都是挺好的医院。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，叫什么“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”。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，我被治愈了，我被治愈了。我没被治愈，我被拒诊了。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，我就在想啊，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，我来不来得及啊？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，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。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，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。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，给我推荐下一个；看了一个，给我推荐下一个，在这猜我喜欢呢。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，我说：“这是一根大拇指吗？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？”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，4×100cc 接力。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，我师傅开快点啊，最后一棒了。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，非常专业啊，一点都不草台。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，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，不让我进去。因为我当时着急啊，我走了近道。他说必须原路返回，走安检通道啊！我说安检通道，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？对吧？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，对吧？管制刀具，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。还要检查啊，还要检查对吧？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，医生非常专业，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。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，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。我说啊，第2套是什么？
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，第一家医院说第二家能缝，第二家说他缝不了，第二家医院说第三家能缝，第三家说不用缝。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，对吧？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？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？他说不缝的话呀，伤口就会长好。我说啊，多新鲜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又问他，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？他说缝了的话，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。我说很漂亮，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？对，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。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？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，我直接扇他一巴掌，他说哦，漂亮，是吧？然后我就又问他，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？他说大概80%吧。哎，我一听，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定就能长好啊？他说不是，还是有20%的概率长不好啊。20%是什么概念啊？20%是什么概念？就是1/5。1/5是什么概念啊？1/5什么概念？他一直在考我，考我约分呢，在这儿。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，还给我举例子，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。他说1/5呀，就是你一只手啊，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，它就是1/5。我说啊，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？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/5非常大。但接下来一句话，他让我觉得1/5很小。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，需要1万多块。我1万，远大于1/5。我说不缝了，不缝了，不缝了。但你不缝的话，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。我真的很残忍，杀人诛心啊！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。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。讲理吧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你们是过分了，今天一定把话说清楚。哎呀，今年上节目了，也是走到半决赛了，很想改变命运，帮帮家里面，结果节目播了，自己也不火，但对我们家的门窗生意倒是也没有帮助。还因为给了我们家店很多镜头，就被网友质疑说我们家塞钱了，说这哪是胖子门窗啊，这是太子门窗啊。这个太子实力也不行啊，自己闹心就算了，再看看身边人，看旁边那个黑灯，天天拿200票，前2天跟某果合作了商务，是那个高端的科技品牌，奇异果 TV， 然后。开玩笑，就做手机那个，我嫉妒死了，整个人嫉妒的面容扭曲，幸亏他看不到。主要他跟我炫耀，他说刘仁成，你们门窗行业有这种高端的科技品牌吗？我说怎么没有 ？Windows。认真说啊，希望 Windows 考虑我一下，我很适合跟你们合作。我这个人性格微软，容易崩溃，期待与你们见面。我其实也有商务啊，我就每天都有人问我能不能上门安装，但我的商务可能就，但我商务跟你们就不太一样，他们商务都是什么口播啊、植入啊、推广啊，我只需要上门，关键平均离我1000公里。我说上门安装是不可能了，上门女婿你考虑一下。还每天有人给我发私信说自己家门窗坏了，怎么办？前2天特别多，我都尽可能帮忙看看，但这玩意儿越看越多。我现在感觉我是一个互联网门窗医生，虽然不能上门安装，但天天在线问诊。哦，门诊。好辣！而且
问题越问越抽象。前2天有人问我，玄武门之变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说是什么问题？那个太子实力也不行。我正发愁前路在何方呢，家乡传来了好消息，就我们安邑县的融媒体发了我的视频，2天播放量130多万。我知道在上海你们觉得这个数字没什么，但我们县一共30万人，130万的播放量，给老乡们忙坏了。那2天都没空做门窗了，一直在做数据。而且乡亲们真的太淳朴了。我们村长听说我们节目是现场投票，问我需不需要暗箱操作，给我安排50个乡亲来现场投票，吓得我直接拒绝。为了表达坚决，甚至说了一句在我们那地犯忌讳的话，没门。而且村长你要记住，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。我是君子，我有华为。就算没有暗箱操作，我的票数也能遥遥领先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家乡政府人员还专门联系我，感谢我宣传家乡。上来第一个称呼，就把我感动到破防了。我有想过可能会叫我什么同学、老师，比较客气；浮夸一点喊明星、网红也有可能，都不是。他们喊我香贤，有的没文化的不知道是哪2个字啊。家乡的贤能，香贤。此时此刻，一位香贤正在为你们表演。前路找到了，我还在网上搜索如何做好一个香贤。我说我们江西历史上最著名的香贤是谁？你们知道是谁吗？陶渊明。陶渊明，我刘仁成，何德何能跟他相提并论？陶渊明的代表作《桃花源记》，刘仁成代表作《胖子门窗》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我每天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，期待与你们合作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仁成。就基本节目一播啊，你就看到我疯狂折腰，一播至少3折。就我这种人，哪配跟陶渊明比？我都进不去桃花源，桃花源出极狭才通人，我过不去。我后来啊一直研究《桃花源记》，我很受触动，我还写了一小篇致敬陶渊明先生，名字叫《工业园记》。世纪之初，安邑人门窗为业，建铝合金工业园，门口出极宽，能通大卡车，复行数十步，嚯，全是铝合金窗。我有时候也很感慨，你说我离开老家来到上海，站在这个喜剧之王的舞台上，成功让老家的人认识了我。我是不是一路白走了？就那30万人，上门安装也能认全了。别人都是火到出圈，我火到家了。感觉我一路走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就像去西天取经一样，度过81难，终于看到佛祖，问他真经在哪？佛祖说就在你老家安邑县。谁能想到一路颠沛流离，艰难险阻，取的还是铝和真经。但旁边我的大师兄他很平静，他早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经，那就是嗨，大家好。对，我就是一个带着人工心脏说脱口秀的那个王17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摇头的是不是没想到我还活着？其实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很多人想听听我讲 ICU 的事儿。就 ICU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，有去过的吗？挺遗憾，说实话。
我就到了 ICU 以后，体会到了脱口秀的力量。我刚躺进去，旁边有个大哥，不知道在哪啊，打听的我会说脱口秀，摘了氧气和我说：“老弟，听说你会脱口秀，给咱来一段呗。”啊，这里太无聊了。我一看大哥这么热情，我也摘了氧气。大哥，你等我坐下，给你讲啊。我刚要坐，护士啪给我摁倒了，告诉我别开玩笑啊。这屋躺的可都是真能笑死的，我跟你说。就该说不说，我旁边这个大哥人真仗义，就是医生推着 X 光机进来给我检查，术前检查，大家都怕辐射，所有人都出去了，他很严重，走不动，然后他在旁边陪我，他一边陪我还不忘了安慰我，他说：“老弟呀、就咱们这身体基本就不差点辐射，我跟你讲。没事，哥陪你啊。说这话用脚把那个背勾起来，往身上盖。哎，旁边有个缝，自己还塞了塞，你知道吗？放心啊，哥一直陪着你。然后说完话以后，用枕头把脸挡住，你就感觉我对他有一点感动，但是被他那点油腻给呼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大哥这个人的组织能力真的很强。就你能想到吗？就一个人能让满屋的病危患者卷起来，在生命的末期，就怎么卷呢？就因为我们是心衰患者嘛，就心衰有个要求，就是尽量少喝水，多排水，所以医生要求我们就尽量就平时少喝。为什么呢？就谁的指标越好，谁就可以先做手术。结果大哥主动要求医生，不如我每天统计一下大家成绩，是不是？咱们也排名。就这样，就大家卷起来了，就互相看着，你知道，谁也不喝。说实话，就我渴呀，就渴到什么程度？我躺在病床上，躺出了在沙漠的感觉，就渴到我都看到海市蜃楼了，你知道。有的时候我趁他们不注意，我就偷偷喝一口。大哥从旁边跟我说：“老弟，我听你的喉结响2下，大概能喝60毫升，我帮你记上啊。”就你想逃过他的眼睛太难了，但很幸运。那天我妈能落了多半瓶的矿泉水，在我那个桌子上，趁大家不注意，我藏到我那柜子里。晚上，把大哥熬睡着了，我再让你关注我的喉结。他睡着以后，我打开门，拿出那瓶水，太渴了，各位真的，我拧开，啪就是一大口。就说实话，就咱们现场有没有喝过洗洁精的？就刷碗用的那个。就如果你没喝过的话，我就劝你回家不要尝试。那个东西口感特别辣，就辣到什么程度？就我这一大口下去，没忍住我就吐了出来。但那个东西吧，它有点粘稠，落在地上声音特别响，就啪的一声，把大哥吓醒了。大哥这一醒，我赶紧趴下装睡呢。但大哥打开床头灯看到的一幕是，地上有一滩白沫，我嘴里流着白沫。大哥是老病号，人很热情，马上摁了呼叫器。ICU 里边医生护士晚上不睡觉的，呼叫器一响，所有人全冲进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大哥指着我说：“他晕倒了。”就这声晕倒了不要紧，医生过来一把就把我人中掐住了。说实话，就那一刻我就理解人晕了为什么要掐人中，绝对能疼醒。我以前都没尝试过这个部位会这么疼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一掐住以后，说实话就我都不敢皱眉头。就你怎么解释？你说我喝洗洁精了，是不是太尴尬了？所以我就闭着眼睛，飞快的在想，你知道吧？找个什么理由把眼睛睁开。然后，大哥在这还旁边提醒，大夫他没事吧？医生这个时候啊，真快啊！旁边那个护士也不知道拧了什么机器，就听吱儿，充电准备完毕。医生一边掐着我，一边说了一句：“来，凌晨1点41分。”记录，第一次电击准备。上来2个人开始撕我衣服，说实话，我能感觉到那不是脱，你知道吧？就像2侧拽。就在衣服被拽开的一瞬间，我啪一把抓住，我说：“哎，喝血精了，喝血精，喝血精。”医生一看我这句话都吓傻了，就在这看着我：“你喝什么了？”大哥最讨厌在旁边说。他该不会回光返照吧？
后来一看我人没事屋里那么多病人呢，医生说行，人没事人活就行了，先出去，大家休息啊，大家休息，人就出去了。大哥也睡着了，我睡不着啊，真的嘴唇都肿了。说实话，就这个事儿得有3点多了吧，我到现在门牙还活动。就这种情况下，我怎么睡觉？我就反正也是闲着，我就把所有这些事儿记录在我手机那个备忘录里，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段子。第2天早晨，大哥醒了以后，我给大哥完完整整讲了一遍。大哥被抢救2个小时。谢谢各位。好，来，大家还挺热情的哈。本来啊，说实话，第2轮准备了一篇纯那个生活观察段子，完了，第1轮那个读稿的准备2篇嘛，导演组读完稿说，翟亚宁就感觉你冒犯你还没冒犯够啊，说你要是能极限再冒犯1篇，咱就让你讲。我连夜熬1宿，又冒犯了1篇。首先对这个赛制我就不太理解，刚才不都比完决赛了吗？按照正常的顺序，我现在该领奖啊，跟那可是。哎呦，这什么感觉呢？就好像我跑100米，完了我刚跑完第1，让前3名们再跑一遍。我跟你讲，朋友们，我最不理解就谁，就这2位兄弟，你还有姐妹你俩就这个位置，我一直对这舞台就不太理解，你俩能看着什么玩意儿？你俩相当于面对着那个电脑屏幕背面做 PPT， 你俩。脱口秀这个比赛综艺比10年了哈，比10年了。郭麒麟老师，哎，是不是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？来，快，该有人冒犯这5位评委了是吧？哎，朋友们，段子都是假的啊！咱5位叫气氛组组长是吧？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？那我看不能是观众笑完你们再笑的吗？而且是吧，我比2年了啊，就这5位嘉宾，我发现就是意见议论呐，就是这个对段子的意见评价没有出现过分歧过。咱不是说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吗？那5个评委怎么就1个单口喜剧演员呢？是吧？从来都是杨天志老师，我认为这段子好，完了黄子韬老师说，他把我想说的话也全说了。邪门了这玩意儿！哎呦，咱们5位这关系有点像那个汇仁牌肾宝了，他好我也好啊。哎，挺好。然后再不一整就是来那种飞行嘉宾啊，飞行嘉宾，朋友们也不是针对今天这3位老师，说实话，你们只是赶上了而已哈，赶上了而已。对，一整就来飞行嘉宾上台一发言，哎呦，我第1次看单口喜剧，我原来从来没看过。从来没看过就能当嘉宾去，真好啊，真好。那我也没参加过音综，也没去过电影节，怎么不让我去当评委呢？哎呦，你要按照这个逻辑，黑灯那最适合当评委的。大哥，你没看过的可多了去了，那可。真开心啊！当然，最难受的呢，倒不是这些，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咱们讲完段子，人得跟咱 talk。哎呦，这个环节，这个聊天真是折磨，这是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你们也不关心我们。你看，
你们，咱说心里话，你也不关心我们，我吧也确实不在乎你们。哎呀，那就是硬问呐，我就搁这硬谢谢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就是一种感觉嘛，行婚确实难受，朋友们，确实难受，难受哎！不对，放下，完了，没有意义，咱们快快乐乐的给他讲完啊，快快乐乐给讲完。哎，我感觉朋友们，你看脱口秀综艺比赛10年了，咱就把规矩改一改啊，没有什么意思。你看他老问啥问题，咱们的生活谁关心呢？那5位老师那生活大家都可关注了呢，是吧？咱就玩点大，你看以后咱笑了，光他给咱投1灯，奖励咱问他一个问题。你不就奔着好看来吗？而且咱们脱口秀演员一问就能问到点子上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你问问郭麒麟老师，怎么那个德云社搭档怎么又拆了？那是怎么事呢？是吧？孟老师，咱更喜欢跑男还是更喜欢桃花坞啊？是吧？你看最优秀的经纪人和最优秀的影视演员姚老师，你说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这么多明星，票房靠那个动画片撑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看，我问点这问题啊，多开心！当然了，哎，不光就是我们台前的一些演员和老师，咱这节目幕后的导演组也做了不少努力啊，那我也不能放过他们呢。每次脱口秀比赛都要录那个真人秀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真人秀是这世界上我认为最假的东西。还记得那个宣传片吗？还大家挺爱看那个选手集结，啊，所有选手去天台上斗志昂扬，我要击败小鹿，击败付航。咱们要拍，咱能不能按照顺序拍？就先集结再比赛。我拍那个的时候，第1轮比完了。就什么概念呢？8位选手淘汰了。哎呦，我这导演就得嘱咐那8位淘汰的老师多笑一笑。龙哥，这段子是给你写的，我懂你啊。不光让人笑一笑，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成绩，总得让人来看，你说有什么意义？我的妈！我就没见过哪个单位把员工开除了，还让人去年会表演节目的啊！哎呦，全是真人秀，完了动不动一个选手讲完了是吧？庞博就是特别煽情，既然你讲了这个段子，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夸大屏幕放一个照片。哇，那选手回去看照片，哎呀妈呀，你们把这照片怎么拿来的？不就你给的吗？来了。那还哪能找来这照片啊？他妈导演组派小偷去你家偷的，我的妈！那爷们儿啊，哎呦，我看今天蒋龙老师还来了是吧？蒋龙老师来有什么意义啊？是看庞博跟你的主持差距吗？那是。真好，真好，张嘴就来啊！我们最后朋友们，你看脱口秀比赛是不是快10年了？是不是大家每年都怀疑每个环节有内幕？你看这玩意儿无从验证。我想了个招儿，咱最后一轮，我这是本年最后一个段子了，在线上，哎，咱们能不能陪我玩把大的？我想想就兴奋，哎，真的朋友，我当时想的时候半夜2点、4点都没睡着觉呢。所有投票机的朋友们，哎，咱把票全给我灭了。比赛10年了，我没见过0票长什么样。哎，朋友们，咱玩起来，这够意思，咱全灭了。0票，我跟你讲，朋友们，能创造历史。哎，你看这一箭3雕，它既能验证咱们就没有内幕，第二，咱也能创造脱口秀历史，第三，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谁夺冠，他得老难受了，他得。全灭了，来，咱就玩把大的，朋友们。你告诉我，冠军有什么意思？
冠军1年能出来俩，对吧？那你创造脱口秀历史0票，我靠，太帅了！我不管谁夺冠，他得想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玩呢？啊！3、2、1，请灭灯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安静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翟佳宁这个，只有冠军很难受吗？我觉得第4名也会挺难受的。但其实我们这个顺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是我跟大家商量过，是我主动要去接他的，因为我是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不会被他影响的人，因为我这段表演没有梗啊，他影响不了我。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，大家认真听就行。我刚辍学那半年，我真的是有很严重的被抛弃的感觉。我反复跟我爸妈确认，学校真的抛弃我了吗？老师真的没有找过我吗？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父母的肯定。老师不理我就算了，半年内没有一个高中同学问过我为什么要离开。我每天就盯着我的 QQ 发呆，我希望有人可以找我，没有，一动不动。从那时候，我就讨厌腾讯。去年节目结束之后，我就很想回一趟母校。其实我还是很想看我的老师，我其实没有那么怨恨他，而且我也很想念我高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——食堂。2中食堂有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鸡蛋饼，我很想念它。我想，我的思念是一种饼。我联系了我的高中班主任，说想看望他，他很爽快就答应了，可以理解，毕竟我也算是个明星。荣归故里，谁不欢迎呢？当时去了学校就看望老师，我带了一箱水果。老师看到我拿水果还说：“哎，他还带东西干嘛？人到就行了，你赚钱也不容易。”我心想，确实，一个明星确实比水果更重要。当时心里暖暖的，老师还是心疼我。我赚钱明明很容易。但到了办公室跟老师聊天，老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怎么样，找对象了吗？还让我减减肥，完全没有一点八卦脱口秀的意思。我还想呢，不愧是政治老师，真有边界感，一点都不八卦。我再聊了一会儿，我才发现我老师完全不知道我讲脱口秀的事情。他以为我还干门窗呢，怪不得说我赚钱不容易，怪不得我一进来就跟我说：“哎，学校刚换了门窗啊，别担心，老师门都挺好的。”我只能假装不经意的提我上节目的事儿，没想到老师他就特别激动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看过脱口秀。我看过付航，我看过小鹿，我看过黑灯，没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要不再看会儿呢？再看就看到第4名了。我们节目脱口有这么长吗？”我本来也不好意思当他面说我讲脱口秀的事儿，那老师很激动，他就一定要我找出来，我就找了我第一段脱口秀去年的胖子门窗给他看。老师看了半分钟说：“哎，不对，这个人我也看过。”哦，你也干门窗，你也是长哦，你也是刘仁成。老师发现我讲脱口秀之后就很开心，跟他办公室其他老师一起分享。那一刻我有点恍惚，我觉得时隔10年，我终于获得我老师的认可。但在我心里，我还是没好意思问出那个问题，就是当初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。旁边老师也正好就是问他：“哎，这么好的学生，当初怎么不上大学呢？”老师说：“啊，是啊，多可惜啊！当时我给他家打过一次电话，他父母说他当时想好了不上了，只能放弃了。”我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其实我老师回来找过我，是我的父母没有告诉我。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当时瞳孔地震，但老师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，我只能表面云淡风轻的跟他聊天。离开后才发现，真的失态了，鸡蛋饼都忘吃了。我也从那天才知道，原来我爸妈隐瞒了我，很残酷，就是有这种被父母欺骗，还有一点背叛的感觉。回到家，我面对我妈做的香喷喷的可口的饭菜，我的胃口还是没有受到一点影响，全吃完了。我父母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他们可能会看节目才知道这个事儿。
但我并不生气，我实在是告诉他，就是我并不生气。当然，辍学是我提的，我父母做了他们觉得对我最好的决定，他们是为了我好，大家也不用可怜我，真的不用可怜我，我现在赚钱很容易，这就够了。而且我回想了一下，这个时候我有责任，那时候我跟我的父母在互相试探，我经常没事就问我妈，老师找过我吗？我妈说没有。那你后悔了吗？那没有。所以我父母他不是放弃了我，他是被我的演技给骗过去了。我不是被抛弃了，我只是跟七夕一样，我们演戏太好了，我们是太好的演员了，我就该讲脱口秀。而且我其实是个二胎，当初我爸妈因为我被罚了5000，我爸妈要想抛弃我，他们可以从源头上抛弃我，他们可以响应国家政策抛弃我。其实我之所以没对父母产生什么情绪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如果我现在因为辍学或者穷困潦倒，在最绝望的时候得到这个消息，可能也会黑化。从那天开始，胖子门窗再也不上门安装了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开始人生新篇章。第一章，成人高考。当我遇到脱口秀，我人生前20年都是自卑度过的，直到我遇到脱口秀，我终于有了一些值得自豪的事儿。我有了很多演出，我出了专场，我上了节目。我一直感觉脱口秀像一个慈祥奶奶给我喂饭一样，跟我说：“孩子，够了吗？孩子，要不要再吃一点？”我一边摸肚子一边说：“真的都给我吗？我是一个江西人，我从小就是外地人，我长得不好看，小时候的衣服很脏，我很胖，我学历也很低，我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我真的值得拥有这一切吗？”脱口秀武术者跟我说：“你是王炸比赛冠军，你是年度播客主播，你是喜剧王单口第1季的第4名，第2季的第5名。”刘仁成，你是真的很不错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刘仁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于洋宇。最后一场了，我也不给你们整那些花里胡哨的。我知道你们现在确实不太喜欢看那些流程啥的。我有时候上台就感觉你们那个眼神就是说赶紧打起来，你别自我介绍，我知道你是于翔宇，梗呢。然后我自己平时确实也比较烦一些表面功夫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，就有人在你面前抽烟，然后他会装作很在乎你的感受，在那。我本来都没闻到，1、3全上我脸上了，就怎么能把这种明明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演成是一种大公无私、乐善好施啊？我这好烟大家都尝尝啊，这就是利群。然后抽电子烟的就更烦，他觉得这个就不是2手烟，就直接当着你面抽，有时候在办公室抽，在饭桌上抽，你就感觉旁边坐了个加湿器。然后电子烟就是太方便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，之前很多人用个链子直接把电子烟挂在胸口，我这真的很酷吗？这也太傻了吧！这跟那种把烟夹在耳朵上的土鳖有什么区别？而且为啥就抽电子烟的人这么干？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抽真烟的大哥，在胸口挂一条中华。来哥们儿，哥们儿。而我有时候现在觉得，这个抽真烟的人都贼勇敢，就大家明知道它非常有害，会肺癌，会影响生育，还是会抽。你感觉大哥在那点一根，每一口就是老子今天就干死我自己，孩子也不要了。我自己家的香火自己踩断。然后我现在自己的工作也很难避免碰到一些表面功夫的事儿。然后我去年录完之后还聊了几家经纪公司，然后但是它又不像找工作那样，你有一个明确的晋升渠道，说你可以做主管当经理。对方一般聊的都很虚，就说你签了肯定会更好。没了。我说你好歹给我画个饼的，说祥子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，让你3年做李诞，5年当李现。然后我做脱口秀也是，有时候大家采访就会说是为了表达，但实际上就是想炸，就是大家反应越大越开心。有时候嘉宾说我觉得于翔宇可能是今年的冠军，我都希望他们直接说我觉得于翔宇是明年的嘉宾。
就是台上的人有时候真没那么 real， 挺虚伪的。就我最讨厌的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叫我喊 encore， 我不喊，你不是也会出来吗？你最火的歌还没唱呢，我蕊炮都看见了。啊，然后我有次去看演出，就是一直拖，怎么喊都不出来，我地铁都赶不上了。我总不能到时对着地铁喊 encore 吧？啊！一帮人在站台拿着荧光棒对着空空的铁轨 ，encore。哇！车开过来之后，司机从玻璃门里缓缓走出，感谢车迷朋友们的期待，真的是最后一班喽。然后现在有时候你在家看电视也很容易被忽悠。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现在很多综艺啊、电视剧那个钱感觉都花在宣发上面了，那个宣发动不动就又爆了啊！这个阅览量、播放量破10亿，不是全中国才多少人呀？按这个数据呢，我姥都得看过这些综艺。老太太在楼下遛弯，收音机外放音综，啊 ，Put your hands up， 我老在那儿。然后还有那些就是做了很多季的综艺，咱们能不能就不要再做了？就是越做越难看。你给我的青春留个美好的回忆不行吗？不是说你把名字缩短加个年份，它就会变好看。那我明年录节目写不出段子，我就改名。我说大家好，我是翔2026。然后我就发现，你在这个互联网时代，好像就是你有钱，你就是可以掌握更多话语权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去年被骂上过一次热搜第1，啊，然后当时有朋友跟我说，要不要找人处理一下？我一听架构，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然后你就感觉现在每天在上网看消息的话，每天就是一堆跟你生活没啥关系的破事儿，在那热，爆，官宣。就还不如全放天气预报呢。你官宣40度热爆了。然后你有时候真的看到一些什么明星黑料啊、企业丑闻或者什么负面的事儿，然后你看着看着它就没了，你就感觉好像是在路边看人吵架，然后俩人直接消失了。那我不就更好奇了吗？我更想看了。你这儿搜不到，我就去别的地方搜；都搜不到，我就去看 PDF。然后这种事儿多了之后吧，我现在这个逆反心理就越来越重。有时候每次一有什么事儿出来，我说你既然想让这个事儿处理一下，那我得让你多花点，我看看是你钱多还是我话多。我每发一条，你都得多雇俩水军。我每句话的意思都是您破费了。啊！我朋友问我说：“你抱这个手机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流量变现。”啊！我一句话让一个男人为我花了18万。反正谁要靠撒钱玩劣币驱逐良币，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良币驱逐傻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今天穿裙子了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笑。热搜预定啊，王悦穿裙子纯好笑，真的。我上次穿裙子是20年前。所以今天穿上这条裙子，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里面那个女孩子是谁。但一瞬间好像看到了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。对，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留个板寸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少跟妈妈见面，因为我爸爸妈妈离婚过后呢，我跟着我爸爸生活了5、6年。我爸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但是没有组建新的房间，我就睡在过道里。他也知道家里挤，为了给我们腾出空间，就经常在外面宿醉，醉到哪儿睡到哪儿。当然有的时候喝多了也会不小心回来啊，但他会一直敲其他房间的门，但大家只要不开门，就可以假装不在。但我很难假装我不在，因为我的过道没有门，我该早点认识刘仁成。但我也很感谢我爸爸，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的成功3分天注定，97分靠父母有毛病。我那个
时候就会经常盼着寒暑假去找我妈妈，她换着工厂打零工，干到哪儿睡到哪儿，我就跟她一起挤在那个8人宿舍的一个上铺。每次去了就不想走，她都会说再忍一忍，攒够钱了就把你接走。还有，不能再胖了。昨晚让我掉下去3回。我有一次去找她，我们俩一起洗澡，开开心心的，她站在我后面给我搓背，2个人一前一后，像2个可爱的卡皮巴拉。但她搓着搓着，突然就沉默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歘的一声就冲出去了，连衣服都没有穿，就开始拨通电话骂对面的人。卡皮巴拉一顿噼里啪啦，拿起来就骂：“你凭啥这样对他嘛？他不是你亲生的时候，你是个啥东西？”我当时站在那个厕所里面，我说：“我去，我妈是个 rapper。”但我一听就知道对面那个人应该是我爸爸，我也开始害怕了。我说：“你赶紧挂了，挂了！”他不挂，还一丝不挂。我也只好冲出去，一把把手机夺过来给他摁掉。我说：“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突然骂他？”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？你背上有一个这么大的手掌印，我一看就知道是谁的。妈妈太熟悉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你骂了他，我怎么办呢？”我妈当时就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不怕了，怕个毛线！外婆家拆迁啦！”Show time！ 他说：“你最多再等我1个月，我就能把你接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？还要1个月？那你怎么不等到1个月过后再骂他呢 ？Show time later。”但我那次回去，我的心情其实轻松了很多，因为我就感觉再撑一口气，马上就可以出月子了。我妈也知道，她没办法给我360度的保护，一咬牙给我买了一件名牌 T 恤，361度，纯白色，我从来都不舍得穿。有一天，同学跟我说，跟外校有一场5v5的比赛，我一听有外校的，我穿着361就去了。到地方一看，不是打篮球，是打群架。我到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，我不敢打，也不敢拉。这个时候，不知道人群里面哪里飞过来一只拖鞋，我看着我又跃下去了半边胸，上面印了一个巨大的鞋印子，像被谁踩瘪了一样。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个了，因为这是我最心爱的衣服。我当时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幸好我一眼就找到它的主人，我看谁没穿鞋就是谁的。没想到他说：“你看什么看？有本事你就还手啊！”我低头看着地上那只拖鞋，上面那个标志我认识啊，那个标志。我一拼下面的字母 NIKA， 耐卡。你穿山寨耐克，我这可是正版361啊！我当时抄起地上那只耐克，我就开始 just do it。我说我今天3你61度啊！耐克怎么拼的？我今天跟你拼了！但那天我前脚刚回家，后脚我爸爸看我一身泥，他非常自然的、非常习惯性的反手给了我一巴掌。但那一次是他打了我那么多次，老子第一次没有掉眼泪，因为当时我脑子里面只有6个字：外婆家拆迁了。我当时看着我爸，心想：好大胆的穷人。我没想到他居然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你看什么看？有本事你就还手啊！”我可能确实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。但我爸爸绝对不知道，老子下午刚刚在外面学了新的本事。我直接蹲下去，非常冷漠，捡起地上的一只拖鞋，拿起来一看，阿达拔斯。全世界都是假的，只有我妈给我的是真的。我当时气坏了，我直接后撤2步，一个冲刺抡着膀子，啪的一声，我就扇回去了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过，那一次居然是我爸爸最后一次打我。也是我最后一次打他。但朋友们，我跟我妈妈现在都过得很好，虽然小的时候一些习惯还在，就我现在走过那个上场通道还会困一下子。当时我住在过道的那5、6年里面，灯总是坏的，也没人修。是我做了单口演员过后，每次上台都有一束那么亮的光，能把我照死。
我现在散光。但其实外婆家拆迁啊，是我妈妈给我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。那个时代，她能把我接走，是我妈实在走投无路，她决定再赌一把，走进了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最大的赌场——婚介所。那天她化了一个淡妆，站在婚介所里面做起了自我介绍。我叫张然丽，今年41，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，我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人，能接受我女儿，跟我一起供她读书。我妈用她没有选择的选择换来了我有更多的选择，我才有机会一口气冲到这里，站在这个舞台上做自我介绍。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爱奇艺 VIP 用户，我是王悦，今年29岁，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年的喜剧之王悦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嘻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起狂欢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，前几天因为就上节目的事情，我也上热搜了，热搜词条嘻哈离婚。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。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说上了这句话。第二天一醒来，营销号词条更过分：嘻哈离婚，独自抚养2个女儿。很抱歉占用房主任的2个女儿。我度过了不平静又不幸福的2天，离谱，营销号离个大谱。我确实是离了，很早就离了，没有女儿，没有儿子，但有一个前夫，有一个司仪。不是新博啊，以后你们就知道，司仪是整场婚礼核心很重要的角色。老公选错了可以离，但司仪选错了真的是一辈子的事，朋友会笑你。那段时间我很忙，婚礼策划属于见缝插针。记得当天是从凌晨开始飞，工作到下午2点，我就约的司仪3点到家里来商量这些事情。我到家刚往沙发上一躺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突然响起。我起来把门一开，那个门砰的一下打开，我脸都被打平了。冲进来对着我说：“你好，我是你的司仪。”我上下打量一眼，一看，20几岁的样子，中山装，头发3、7分，站得笔直。我当时就对这个老派的司仪产生了质疑。我说：“我的婚礼该不会穿着婚纱抛绣球吧？”他刚刚坐下就拿出了他的笔记本，不是电脑，就是笔记本和一支钢笔，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关于你的背调。我第一次在司仪嘴里听到背调这个词，然后他就开始说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喜欢舞狮，当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对狮子，迎宾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1人1只。”我说：“我俩舞。”他说：“我也可以。”我说：“你安心主持吧。”他说：“我还知道你喜欢5月天，我把你上场的音乐也选好了，就是你最喜欢的知足，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。”我说停，他说你不喜欢吧？还有一首恋爱 ing 恋爱 ing 恋爱 ing。 我说停，不要再唱了，唱2句就够了。他说你版权意识好强。我说这个不是版权问题，哥，我到时候会准备好，我会发给你。他很开心，很爽快，直接就说到了。那我们就说抢亲环节。我直接告诉他，其实抢亲环节我不太想要，因为布置婚车婚房很麻烦，你记住。他当时听到打了一个响指，对我邪魅一笑，他说：“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婚车你到时候就用28大杠自行车。”我说28大杠，他说你不会骑是不是？很简单，你就，然后他跨过来就好了嘛。我说不是骑车的问题，他说那我先下来。下车他就跟我说，车子都好解决，主要是婚房。我要是没有的话，他甚至可以介绍一套给我。我说你主持个婚礼还顺带干中介，他说你不懂，只要你幸福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
你是不知道这一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现在年轻人结婚的越来越少，你这单做不成，我就快没饭吃了。我还有老婆，还有儿子。我当时听到他说这，我一下理解了。我说行，他说我还有个外孙女。我说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疯了，想做成我这一单。我说其实我实话告诉你，主要是我的预算有限。他说什么预算？不要预算，你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。现在看来，当初他话还是说早了。他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也直接告诉了他，我说其实我这个婚礼于我来说，其实再怎么办都是不完整的，因为有些人我想邀请的人他就是来不了。他说谁？我说我的外公。他说他在哪儿？我说死了。他说死了都要爱。这首歌放在婚礼上也可以，也是你喜欢的阿信的。我说信。他说什么信？我说不重要。好了。我说我的外公看不了我结婚，其实真的就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他走了这么久，甚至都没有来我梦里看过我。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？再说梦是反的，你太想他，他就来不了。只有你把他放下了，他才会来。所以你要办婚礼。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，心里已经想好要换司仪，我就把他打发走了。关门前我说走吧走吧，后面写信联系吧。心力憔悴，真的。非常累，当时把他推出去，把门一关，瘫倒在沙发上，还没回过神，梆梆梆敲门声又响起，我气到弹起来又开门，一打开门我说谁呀？一开门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说：“您好，我是您的司仪。”老子当时火都上来了，我说你同事刚走，你没看见吗？骑着28大刚走，你没看见吗？他说我同事不对呀，只有我呀，你约的3点。我低头一看表，确实才3点。回过神来，原来刚刚只是在沙发上做了一个噩梦。还好不用舞狮了，这个司仪就正常多了。我跟他当天聊完，我就定下了他。很快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就非常想念我的外公，然后我就开始翻照片，越翻越不对。外公年轻的时候跟我那天梦里的司仪长得很像，但很模糊，所以那个梦里到底是不是他来，他到底有没有来看过我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但是婚礼当天一切都很好。婚礼进行曲响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耳边甚至响起了恋 IING， 我就知道当天外公和窦尔顿至少来了一个。来参加节目前，我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家里的猫啊，我就买了几个监控安在家里。那个监控比较高级，录入人脸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显示某某在客厅，某某在厨房。安好的第2天，我的 app 上推送陌生人闯入，我赶紧打电话给爸妈。爸妈说这不见鬼了吗？哪儿有人啊？排查下来发现，监控识别到了客厅外公的遗像。真见鬼啦！后来爸爸把外公的遗像放到监控面前，录入人脸。录入外公之后，就真的再也没有收到过陌生人闯入的提示。前段时间第1赛段播出的时候，我当时正在上海，当时我收到一条监控 app 的消息是外公在客厅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的外公也许并没有错过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比如我的婚礼，比如现在。谢谢外公，我是丫丫，谢谢大家。